嗨，朋友们好！前几天我发了几个关于种菜的视频，没想到观看的人还挺多的，所以呢，我也想把我之前在 Oregon 的种菜的一些经验也发出来。之前我在 Oregon 住了有7、8年，那个房子呢也比较大，所以后院也比较大。我在那里开荒做了一个很大的菜地。我在 Oregon 那个菜地现在这个菜地大概有6、7个这么大，所以可以种很多的菜。当时我在 Oregon 的菜地也做了喷灌和滴灌系统，当时为了是做滴灌还是喷灌还想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把我在 Oregon 的一些经验，家庭种菜到底是滴灌好还是喷灌好，我的一些思考展现给大家。要想花和菜长得好，浇水是头等大事。如果菜园和花园的面积大了，每天手动浇水也是不小的工作量，所以装一个自动浇水系统就很有必要了。那到底喷灌好还是滴灌好呢？今天我将从10个方面来比较两种灌溉方式的优缺点，希望会对您选择适合的浇水系统有帮助。第一，前期投入。喷灌需要的材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而且比较便宜，而滴灌需要的材料比较多，比较贵。2018年我第一年种菜的时候，当时菜地面积只有现在1半大，因为听说滴灌最科学，不仅省水环保，而且减少病虫害，所以我当时决定用滴灌，花了上千美元买了滴灌材料，包括计时器、接头、水管和滴头，这是当时买材料的大致费用，一共加起来大概花了1070美元。可见这个滴灌系统非常贵。喷灌就简单得多，所需要的材料主要有计时器、水农、大喷头还有小喷头，就一共也就花了220美元。我现在的菜园是当时滴灌系统覆盖面积的2倍大，但是花费的费用却少得多。从这2个表的对比可以看出，两种方式需要的前期投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从经济上考虑，喷灌比滴灌合算。第二，安装难度。如果你不请人，而是自己安装的话，滴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滴灌需要用大管输水到菜地里，然后连上细管和喷头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浇到每棵菜的根部。光是这个工作就花了将近1个月时间。而喷灌就简单得多，只需要把水龙接上计时器和喷头就行了，很简单，也省时间。所以不喜欢动手的同学建议选择喷灌。第三，节水情况。这一点滴灌完全胜出，滴灌可以把水直接输到蔬菜的根部，可以说不浪费一滴水。而喷灌水量比较大，有很多落在叶面上的水被直接蒸发掉了，造成水浪费，而且不需要浇水的路面也浇到了，不仅浪费水，而且容易造成杂草疯长。据统计，滴灌比传统慢灌省水 50% 到 80%，比喷灌节水 15% 至 20%。如果考虑环保和水费，滴灌更好。第四，使用年限和维护。喷灌因为材料简单，所以使用的期限比较长，即使坏了，更换起来也比较简单和便宜。由于水中难免有一些杂质，时间长了，滴灌的滴头和细管容易堵塞，一旦堵塞，更换起来就比较费钱费人工。有很多农场的滴灌都是1年一换，家庭用的时间可以长一些，但是用几年之后就陆陆续续需要更换了。不喜欢费事的同学建议选择喷灌。适合的蔬菜类型。喷灌比较适合叶类蔬菜，因为这类蔬菜的叶子也需要消耗水，所以不造成太大的水浪费。对于根茎类的蔬菜来说，滴灌更好。第六，适合的场所。喷灌比较适合露天的花园和菜园，滴灌比较适合大棚，可以控制棚内的湿度，有利于控制病虫害，还有干旱地区，有利于节水，以及家中的露台、阳台、长条形的地块等不方便喷灌的地方。
第七，控制病虫害能力。滴灌更利于控制病虫害，因为很多病虫害喜欢潮湿的环境，喷灌造成环境的湿度大，更容易滋生病虫害。第八，水质要求。喷灌对水质没有特别的要求，滴灌容易堵塞，对水质要求比较严，要求水中的杂质比较少。第九，对植物生长可能的负面影响。喷灌式顶头浇水，不耐顶头浇水的蔬菜可能引起病虫害，有的花卉使用喷灌容易使花卉倒伏，而且水流容易将花蕾打落，影响花的观赏。滴灌式根部浇水就没有上述的问题，但是因为只湿润了部分的土壤，植物有向水性，就可能限制植物根系的生长。第十，对后期耕种的影响。花园和菜园有区别，花卉栽下去之后一般不会再挪地方，所以滴灌可以相对固定位置，不用换地方。菜地经常会换茬，一批菜采收后会种另一批菜，换茬的时候需要翻地施肥，就得把滴头都拔出来，种好菜之后再重新装上，这样比较费人工。最后要说一下的是，还要考虑一下家里水压的问题。2018年的时候，我的滴灌系统费了很大的劲，花了很多钱装好之后，出现了一个致命问题，我家的水压不够，滴头里出来的水量不够大，地里太干。最后我只好放弃在菜地使用滴灌，改成喷灌。奇怪的是，喷灌在我家就没有水压问题，所以现在我家整个菜园和花园大部分区域都使用了喷灌，但是露台上的盆栽花卉还有前院的一小块花园，因为面积太小不方便喷灌，我就使用了滴灌，这样更方便管理。您家的菜园和花园使用的是喷灌还是滴灌呢？你有什么建议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来告诉我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